央视点名洗洁精含甲醛会致癌，劝告3种洗洁精真的要少用。张阿姨这天急匆匆的去超市，原来是自己家的洗洁精已经用完了好几天，让自己老伴下班顺手带回来，说了几遍她也没有记住。这不刚好今天做完饭，锅还没有刷，也没有洗洁精。张阿姨很生气，就自己打算去超市买。刚好在路上遇到了王阿姨。了解情况后，王阿姨告诉她说不要轻易买洗洁精，因为早在10年前，央视就爆出来说洗洁精含有甲醛会致癌。张阿姨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，这洗洁精都用了多少年了，怎么会含甲醛，还会致癌？张阿姨对王阿姨的话半信半疑，但是着急走也没有多想。就当她站在超市的生活用品货架前，脑袋里浮现出王阿姨的话，她又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，发现确有其事。张阿姨纳闷了，那刷锅刷碗怎么办？张阿姨最终还是没有买洗洁精，她决定回家好好的了解一下情况。1. 洗洁精含甲醛会致癌吗？据央视2014年消息，相关部门对28个省份洗洁精进行了抽样调查，结果显示，大概93%的产品是合格的，但是还有7%是不合格的。这7%不合格里面几乎全是甲醛超标，这可让各大网友吓得不得了，怎么天天使用的生活用品还有甲醛？这不纯花钱的癌症吗？可能有些人觉得7%没有多少，但是再想想我们国家近14亿的人口，每一天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用洗洁精，这样算下来是不是挺吓人的？其实事实没有这么恐怖，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洗洁精的成分组成。洗洁精主要是由表面活性剂、香精、增稠剂组成的。表面活性剂是洗洁精中最核心的成分，它能够有效的去除油渍和污垢。香精可以改善洗洁精的气味，减少工业感。增稠剂可以增加洗洁精的粘稠度，更方便清洗。当然，里面还添加了部分的甲醛，这是因为在洗洁精中添加一定含量的甲醛，可以有防腐的作用，还可以延长它的保质期。虽然说甲醛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了1级的致癌物质中，但是只要它的含量不超过控制的标准，那么就是可以的。当甲醛的浓度超过1毫克立方米时，呼吸道会出现明显不适，而且根据 GB 14930.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规定 ，A 类的洗洁精，也就是可以清洗我们平常吃的东西的洗洁精，它的甲醛含量要求要小于 0.05%。B 类的洗洁精，也就是平常洗锅碗瓢盆的洗洁精，它的甲醛含量要求要小于 0.1%。我们国家其实对于这部分还是管控比较严格，毕竟关乎着人民的生命健康，所以洗洁精含有甲醛还致癌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。我们在平时用洗洁精清洗锅碗瓢盆的时候，可以多冲洗几遍，以免残留。毕竟它还是含有甲醛的，以免经常误食残留的洗洁精，从而给胃黏膜带来消极的影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黑心的商家，他们可能为了成本更低，利益更高，就对洗洁精的成分管控不严格，这样一来，甲醛可能就会超标。所以我们平时挑选洗洁精的时候，也一定要擦亮双眼。下面给大家列举了几种洗洁精，一定要少用，尽量不用。3种洗洁精要少用。以下的3种洗洁精一定要少用，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。1. 浓香型洗洁精，这类洗洁精香味特别的浓郁，可能有的人比较喜欢这种味道比较大的生活用品，可是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没有太大好处。将近1/3的人表示，当他们接触到这种浓香型的产品，不仅仅是洗洁精，就会有头晕、恶心、想吐的感受。这大概和这种香味比较浓郁的生活用品中的芳香物质有关。仅仅是香味大也没什么，可是让人身体不舒服，那就是大问题了。由于它里面含有的化学污染物浓度较高，我们才会闻到这个产品后有很大的反应，从而对我们健康有很大影响。2. 散装型洗洁精，这类洗洁精通常就是没有包装、没有标签，也没有说明书等，它也属于3无产品，所以它的安全性是不能保证的。这种洗洁精在现在市场上基本上见不到，但是在一些偏远以及比较落后的地区可能还存在。
但是这种洗洁精它的制作过程没有安全的达标，而且它的菌落数和 pH 值可能都会超标，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挺大的。所以这些偏远以及落后的地区尽量也不要使用。国家及企业可以对这些地区进行捐赠补贴，让他们用到质量好的生活用品。3. 分层浑浊的洗洁精。我们平时买的各方面都达标的洗洁精就是分布的比较均匀，而且是相对来说较透明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某款洗洁它看起来就非常的浑浊，或者说都出现分层的效果了，这应该是它的制作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，也可能是这类洗洁精根本成分就不达标，而且保质期可能也已经过了。遇到这种情况的洗洁精一定不要购买，也不要使用。3. 如何正确的挑选洗洁精？首先，我们需要去看它的成分表或者是外包装的标识来判断。虽然这类物质它们的化学添加剂都比较多，但是有害的添加剂洗洁精我们是一定不能使用的，比方说 DDT 这类有害物质。还要看看这个成分表上面有没有防腐剂，经常食用防腐剂的话，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害的。其次，我们要观察一下它的质地，再闻一下它的气味。如果说它的质地比较均匀，而且是淡淡的清香味，不是很浓厚的化学味道，那大概率说明这个洗洁精是好的产品。因为如果味道比较浓厚的话，可能是添加了强刺激性成分，比如说高浓度香精，我们使用之后可能会引起局部的过敏。最后，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比较知名的、有牌子的洗洁精，这类产品一般来说，对于安全把控度还是比较高的。通过了解每一个牌子，对比一下它们的成分以及各方面的指标，大概率可以选出最适合自己家用的洗洁精。4. 怎么样正确使用洗洁精？我们在清洗锅碗瓢盆的时候，可以把洗洁精挤到清洗的工具上，用水浸透且出现泡沫，然后用泡沫来对其进行清洗，这样不让洗洁精直接的接触锅碗瓢盆，可以很好的节约洗洁精，也不会让某个部位的浓度太高，减少对我们身体的危害。对于那些特别不干净、油渍和污渍特别多的餐具，我们可以在盆里放入一定比例的洗洁精和水，混合后放入餐具，然后来浸泡，时间不能太久，不然后续冲洗的时候如果没有冲洗干净，洗洁精会残留，就会让那些有害物质进入体内。在所有程序完毕，最后冲洗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冲洗几遍，至少要3遍，这样才能把餐具上残留的洗洁精都给冲洗掉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洗没洗净，就可以来摸一下餐具，看看是否光滑，或者说可以闻一下气味，看看是否还有洗洁精的香味残留。第4，如果我们用洗洁精来洗吃的食物时，就不可以使用普通的洗洁精，要使用那种专门食品级的洗洁精，因为食品级的洗洁精和普通洗洁精成分含量是不同的。普通的洗洁精如果来洗食品的话，可能里面的物质会对人体有危害。尽管说洗洁精里面的物质偶尔食用也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不能直接使用。像我们平时买的这种产品，它背后都写的有3岁以下儿童误食，孩子们比较小，对什么东西都不懂，可能就想尝尝。家长平时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高处，孩子能碰不到的地方，以免出现意外。结语：洗洁精里面的甲醛不一定会让我们的身体致癌，我们只要把握好量，购买合格且安全的产品，正确的使用几乎没有问题。当然，相关部门也要进行整顿。对于市面上这种我们平常用的生活用品，成分不合格、不安全的，一定要严加管制。对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厂家来说，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就一直降低成本，在这些产品里面加入不安全成分，从而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。一定要找到平衡，既要保证生产方面的问题，也要维持好消费者的利益，让双方都受益，从而让经济持续不断的发展。